热恋中的女人有多拼？为了给丈夫足够的新鲜感，结婚多年一直保持着完美身材，她不允许身上有一点赘肉。即便是生了2个孩子，米奇的身材都没有走样。白天她是温柔贤惠的妻子，她会做好一道道美味佳肴等待丈夫归来。晚上她就是认真细致的私人秘书，她会安排好丈夫的每一场演出，认真的记录点燃全场的段子。就连回家的路上她都不会闲着，而是帮助丈夫改良段子中的不足。从2人相识起，男人就没看过女人的素颜。她会在每个深夜哄丈夫入睡，看着丈夫熟睡，米奇会悄悄起来卸下妆容，保养一番脸蛋儿才会安心睡去。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脸上，她会早早起来洗漱化妆，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躺在床上，等待丈夫醒来时的香吻。这样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米奇从没有感觉过疲惫，但丈夫却觉得乏味。这天，男人在舞台上严重出丑，他却把过错全部推在米奇头上。I have to leave you. 为了2个孩子和曾经美好的回忆，米奇极力挽留丈夫。她没想到自己极力维护的新鲜感，却换来丈夫冷漠至极的争吵。她感觉自己如此可笑。既然丈夫执意要走，她也没有强留的必要。可看着丈夫离开的背影，心中还是有些失落。她把丈夫的离开告诉父母，母亲却让她找自己的原因。父亲也没有给她安慰，还大骂她没眼光。The other important thing I told you. Don't pick a weak man. 懦弱的男人只会向妻子发脾气。前一天还是人人羡慕的美好家庭，一个晚上就变得分崩离析。他失望至极，端起酒杯一饮而下，不顾外面的大雨，穿着睡衣就冲了出去。在路人的眼中，现在的米奇就是一个酒鬼，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她来到丈夫曾经演出过的酒馆，站在丈夫梦想着的舞台，疯狂地吐槽心中的不快。 So my life completely fell apart today. Did I mention that my husband left me? 即便是吐槽，她却凭借着华丽的语言艺术点燃了全场的激情。在酒精的刺激下，米奇的表演越发疯狂，同时也引来了门口的警察。由于没有演员证，米奇被警察带走，一同带走的还有另一位脱口秀演员。可没过20分钟，米奇就被保释。酒馆的老板朱迪看中了米奇的潜力，并且有信心帮他成为顶流脱口秀演员。但米奇对这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本打算离开，但是兜里连打车的钱都没有。看着唯一剩下的记录段子的笔记本，这是残酷的生活给他留下的唯一快乐源泉。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随后他回到酒馆，看着舞台上拙劣的演技，他觉得自己更适合这个领域。随后米奇便开始了学习之路，并且答应了朱迪的请求。隔天一早，他来到警局，将昨晚一起被关的演员保释。他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这个老演员对脱口秀的看法。 But do you love it? 男人没有明说，而是回给他一个滑稽的表情。 Yeah, he loves it. 她把青春完整的给了丈夫，却被丈夫无情抛弃。10年如一日的完美身材，却输给了所谓的新鲜感。她想靠自己的特长支撑2个娃的家，却在辉煌的时候2次入狱。还未赚到钱的她就背负2桩案子。经纪人朱迪找到最好的律师帮她处理案件，可这破烂的环境，米奇忍不住质疑律师的能力。可事实证明，他很 OK。在他不断的语言攻势下，法官即将撤诉。可最后法官的一番话戳到了米奇的痛处。他不屈的性格不允许他继续忍受，对着法官就是一顿批评。法官大发雷霆，米奇再次入狱，身上还多了个扰乱公堂的罪名。他不仅要向法官道歉，还要支付200美元的罚款。可她这么多年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丈夫身上，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帮助她的朋友。即使现在她有1万个不愿意，也只能打电话向丈夫求助。接到电话的乔尔坐立不安，他担心米奇生病还是受伤，又或是孩子出现什么问题。但他不知道，这样的关心只会让米奇更加难受。被资本打败了的米奇没有了脾气，不管法官多么过分，他只好低头认错。在脱口秀这条路上，米奇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他一定要绽放光芒。朱迪也保证一定陪伴他走向成功。米奇心怀感激，随后一个拥抱把朱迪搞得不知所措。晚上，米奇受邀来到兰妮的演出，这是米奇第一次接触到专业演员的表演，如此爆笑又没有一点低俗。他控制不住自己那颗向往喜剧的心，趁着演出的空隙直接跑上舞台，滑稽的语言逗得观众爆笑连连。就连专业演员兰妮也没有想到米奇会有这个实力。演出结束后，兰妮把米奇送上车，这时乔尔正在米奇的楼下，脑海中满满都是妻子的回忆。离开之后的他忘不掉这个完美的女人。看着米奇缓缓走来，他迫不及待表明来意。 I'm thinking of giving it another go. No, 乔尔想知道分开后2人明明过得都不好，为什么不能和好。 because you left. 回到家的米奇把这一幕告诉父亲，从没有流泪的父亲这一刻眼眶湿润。他知道2个孩子从此可能真的结束了。米奇也把所有的行李搬回父母的家中，一切回到原点，只不过多了2个吵闹的孩子。米奇把曾经记录的爆笑瞬间展示给朱迪，但朱迪觉得这远远不够。为了米奇能够有更丰富的经验，朱迪给了他很多脱口秀的碟片。回到家的米奇迫不及待地播放碟片，精彩的节目让米奇听得入神，甚至连妈妈的敲门声都没有听到。
妈妈只好强行闯入，吓得米奇赶紧关闭收音机。她不想让妈妈知道她在做脱口秀，因为一个女性的脱口秀演员并不受欢迎。晚饭时，米奇接到乔尔的电话，他想让孩子到自己的新房子住一段。随后两人约好在公园相见。乔尔担心米奇的生活如何，但米奇一点也不想听他唠叨。来到公园的米奇没有等到乔尔的身影，却被旁边的演讲吸引了注意。他穿过层层人群上前吃瓜，却被主持人选中上台表演。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硬着头皮讲了起来。华丽的语言将观众征服，响起了一片又一片的欢呼。转眼又过去了几个小时，乔尔还是没有出现。他在秘书那了解到乔尔的新住址。来到新住址的米奇满脸诧异，华丽的大堂，破旧的电梯，竟是和两人之前的公寓是同样的布局，一切都是这么熟悉。他带着疑惑敲开乔尔的门，这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看到这么好看的剧情，不想找一个对象分享给他吗？我这边给大家推荐一个牵手，在牵手可以找你的另一半，牵手不怕提要求，要求越多推荐的人越准，有高学历、高情商、高颜值，注册都是需要真人照片的，假人秒封，找对象掌握选择权，赶紧点击评论区试试吧。面对米奇的突然到来，乔尔一脸惊慌。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m dropping off your son. 他毫不客气地走进房间，可眼前的布局让他大为震惊。大到进门的大堂，小到屋内的摆件，都和两人的婚房一模一样，就连电梯里的老头看着都那么眼熟。他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切，昨天还想着复合的丈夫，今天就被无缝衔接，而这个翻版的家中还有个翻版的自己。他大骂乔尔没有良心。乔尔想解释，米奇懒得和他墨迹，这样卑鄙的男人不值得生气。他摘下戒指，忘掉过去，即便孤身一人，也要活出女人的风采。他跟随朱迪观摩各种演出风格，偶尔也会和老演员去取经。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带着小本记录自己的感悟，但这也通常会被认为是来偷艺的狗仔。有时两人为了节约成本，偷偷躲在厨房，透过窗户看演出，看着聚光灯下出色的表演，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一袭白色长裙在舞台上大放光彩，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让他渐渐迷失。朱迪一把将他拉回现实，他很欣赏米奇的这股学习热情，但只有学习还是不够的。There's really only one way to truly master stand-up. You just have to do it. 忙了一天的米奇回到家已是凌晨2点半，两个老人还在客厅一直等他。父亲不仅把他批评一顿，还彻底打消了他买电视的念头，气得米奇直接回到房间。他躺在床上，但久久不能睡去。母亲悄悄地过来安慰他，米奇控制不住心酸，把乔尔和秘书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什么也没说，但那失望的表情已说明了所有。深夜，米奇坐在阳台，看着对面的电视，烦心事不断涌上心头。一切问题的源头就是自己没有赚钱能力。有个远大的理想没有错，但目前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才是最重要的。隔天，米奇打扮得漂漂亮亮前来应聘，精彩的简历让老板赞叹不绝。可这份工作并不适合他，因为老板只需要一个开电梯的老婆，所以他只好无奈地离开。在这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只有买买买才会让女人开心。这时，一个陷入纠结的顾客吸引了他的注意。热心的米奇随口为他提了个建议，没想到顾客一口气就要买3根，这让营业员不得不佩服他的能力。就这样歪打正着，米奇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刚上班的他就像步入社会的学生一样，对待工作充满了热情。虽然一切都很陌生，但他很快就能和大家打成一片。铃声响起，商场营业，他会服务好每位顾客。下班后，站了一天的他也不休息，不断的学习产品知识。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用不完的活力。回到家，他直接倒在了沙发上，毕竟是第一次穿着高跟鞋工作一整天。他揉着脚丫发誓再也不要穿高跟。晚上，米奇来到咖啡厅，他要把这一天所有的快乐分享出来。朱迪觉得上台之前排练一下比较好，但米奇直接拒绝。他有着100%的信心能够爆笑如雷。随后，他在观众的掌声中登场，有着满脑子的包袱要和观众分享。他在台上侃侃而谈，可台下的观众并不买单。他的段子没有任何笑点，甚至都没有观众的吐槽搞笑。为了缓解尴尬，米奇借着刺眼的灯光转移话题。But really, it's bright as shit. Okay, well, now the audience can't see me at all. Doesn't matter. 他想让灯光重新亮起，但灯光师一点也不给他面子。黑暗中的米奇很尴尬，他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待下去了。回到座位，他向朱迪抱怨着观众不配合，朱迪也没有藏着掖着，直接告诉他这是自身的原因。可米奇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觉得自己没有处于一个醉醺醺的状态，所以才没有带动现场的气氛。可他不能总是大醉之后站在台上，要想走好这条路，他必须做出改变。回到家的米奇听着各种顶级的脱口秀，试图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表演方法，可到了深夜他都没有找到。他把最后的希望放在报纸的小广告上，果然他找到了想要的答案。他按照报纸上的地址找到喜剧作家，可作家开口就是5分钟的演讲稿，9块9包邮到家，这在1950年已是天价。可米奇为了能在舞台大放光彩，不惜一切代价。隔天作家把段子邮到了商场，米奇迫不及待地打开，是一沓小卡片，还有一个咸黄瓜。他带着疑惑将电话打给作家。
作家告诉他直接带着卡片去表演就好，很多老艺术家都是这样做的。这晚他回到舞台，拿着卡片就读了起来，可上面的内容不仅没有笑点，甚至还有严重错误的地方。观众都是买票来的，谁会想看他在台上修改文案？ Next comedian. Excuse me? Bring back the banjo. You think you could do better, asshole? 男人直接站了起来，他随口一个段子就把观众逗得大笑。米奇备受打击，他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刚准备离开，却遇到了那个喜剧大师。他向大师抱怨着段子如此糟糕。一旁的朱迪看到这一幕，才明白米奇的段子为何拉胯。这个所谓的大师只不过是熟食店的厨师，他被这个糟老头子骗了。2次的失败，米奇彻底失去了表演下去的信心。他变得暴躁易怒，还和朱迪大吵一架。Goodbye. 他来到工作岗位，但却少了往日的激情。同事看到了米奇的状态不对，邀请他参加晚宴散散心。在这里，他感觉到异常的放松。他自信的谈吐很快吸引了姑娘们的注意，滑稽的语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或许他的问题就是压力过大，当他毫无顾忌的时候，就会绽放耀眼的光芒。一个小小的家庭派对在他的带领下欢笑满堂。或许这才是脱口秀的真正意义，欢笑中忘记烦恼，以饱满的状态迎接更好的一天。婚姻到底给了女人什么？她是人间尤物，却甘为丈夫当牛做马。可丈夫在享受她的青春之后，将她狠狠抛弃。她以为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就可以忘记痛苦的记忆，可事实上，一个转角的回眸就将尘封的回忆再次掀起。一家子的欢庆晚餐也因为前夫乔尔的出现变得不愉快。没人想看见这个抛妻弃子的丑恶嘴脸。乔尔赶紧跟上来抓住米奇的手道歉，却发现手指上的婚戒已经消失不见。他这才意识到米奇已经开始放下两人的感情，莫名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随后匆匆道歉，转身离开。看着男人的离开，米奇的心中也不是滋味。他真的很爱乔尔，多么希望男人能够回头。回到家的米奇试图通过不断的进食掩盖伤感的情绪，可还是被弟弟发现。两人聊了很多，听到弟弟对自己的关心，米奇很是感动。另一边，乔尔也因为米奇放下对他的感情而变得情绪低落，身边的新鲜感也不再新鲜，甚至都不想回这个新家。隔天，米奇把在同事聚会上的出色表现告诉朱迪，他没有得到预料之中的鼓励。朱迪告诉他，那不是一场脱口秀，甚至连演出都不算。沉浸在那种喜悦之中，只会让你变得颓废。And if you want to be a comic, you are going to have to grow the fuck up right now. 看着朱迪如此严厉的呵斥，米奇终于崩溃，大声哭诉自己的委屈和心酸。作为一个刚被丈夫抛弃的小女人来说，她更需要一个嘘寒问暖的朋友。There. 除去了压在心里的石头，米奇的状态达到从没有过的巅峰。上班路上的所见所闻成了他的故事，生活中的琐事也会被他开发成搞笑段子。或许这样的题材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很快，米奇就成了地下酒馆的明星。他在喜剧这一行真的很有天赋，那些喜剧大师努力了10几年才有的黄金10分钟，米奇短短几个月就做到了。看着米奇如此快的成长，朱迪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他把一切都压在了米奇的身上。这一刻也终于看到了曙光，他要打破现有的圈子，铺出一条更宽的演出之路。于是带着米奇拜访当红明星苏菲，希望能在这个大剧场获得一个演出的机会。没想到苏菲很痛快地答应了，并邀请米奇到他的家中商量一下演出内容。他如约来到苏菲的家中，背地里的苏菲与台上的形象完全不同，举手投足间充满了对米奇的鄙视，甚至还没有看过米奇的演出就否定了他的演技。米奇只好尴尬地离去。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在小酒馆演出，可苏菲的自负在他的脑中不断地闪现，他终于抑制不住心底的冲动。 Why do women have to pretend to be something that they're not? Why do we have to pretend to be stupid when we're not stupid? Why do we have to pretend to be helpless when we're not helpless? Why do we have to pretend to be sorry when we have nothing to be sorry about? 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吐槽对苏菲的看法，却不知苏菲的老板正坐在台下。他直白的表演无疑是与这个商业大亨开战。老板还未等到演出结束就被气得离开，朱迪紧随其后极力挽留，可老板根本不接受他的道歉。 It's going to become a very uncomfortable place for you two, Susie. 本是想和丈夫谈离婚，可一觉醒来却陷入了他的怀抱。曾经他的天生丽质败给了男人的花心，卓越的表演天赋也没逃过资本的魔掌。他大醉一场，想给自己的演艺事业画上完美的句号。隔天却收到朱迪带来的一丝希望，可他现在只想整理好自己支离破碎的家庭。这是米奇精心为儿子准备的生日派对，丈夫乔尔的出现让他心神难安。他打算和乔尔彻底划清界限，可乔尔对离婚避而不谈。晚上，乔尔抱着孩子和米奇回到家，安顿好孩子之后，两人准备好好谈谈。他疑惑两人分开这么久，乔尔的婚戒为什么一直没有摘下。 I never thought about taking it off. Never even occurred to me. 他不停地向米奇忏悔所犯下的错。米奇的心伴随着乔尔的悔过而动容，他一把握住乔尔的手，在这昏暗的灯光下，两人紧紧相拥，干柴烈火再现激情。隔天睡梦中的米奇被惊醒，此时乔尔还在床上。为了避免被妈妈发现，连忙让乔尔从窗户离开。这偷偷摸摸又依依不舍的模样，
米奇感觉又回到了那段青涩懵懂的时光。他重新戴上两人的婚戒，开始了严格的身材保养，生活也变得充满希望。他精致地打扮自己，再次走上舞台大放光芒。而他不知道乔尔正在角落看着自己。他的脱口秀内容依旧是那糟糕的婚姻生活。乔尔无法忍受心爱的人把自己当作笑料，愤怒已侵占了他的大脑。他大骂朱迪把米奇领上歪路，甚至认为是朱迪拆散了他的家庭。 Get the hell away from me. Midge has a path now, a career. She's gonna be a star. And you are just gonna be that guy sitting at some loser bar every night, pointing to the television set saying, I used to be married to her, but I fucking blew it. 乔尔被他对得毫无颜面，只好狼狈地离开。这时米奇的表演伴随着最后的欢呼声结束。朱迪告诉他乔尔刚刚来过，他大惊失色，不顾一切追了出去。幸好乔尔还没有走远，他连忙向乔尔道歉，可乔尔不为所动。他熄灭手中的香烟，随后快步走向米奇，手上的戒指这一刻也被他摘下。在这寒冷的深夜，破镜重圆的美梦终究还是被打破。现实中的爱情亦是如此，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距离，而是差距。他张开双臂向观众告别，完美的演出到此结束。可米奇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即将破镜重圆的丈夫因为他的演出彻底离开。每当看到一对对情侣经过，痛苦的回忆都会在他的脑海重演。终于他控制不住对乔尔的思念，拨通了他的电话。 I am in love with you. So deeply in love with you. 他极力的讨好乔尔，希望能够拯救这支离破碎的爱情。可乔尔却告诉米奇，想要重归于好，那么他必须要放弃脱口秀演出。他犹豫片刻 No. 听筒传来嘟声，米奇瞬间泪崩。他无法理解男人这该死的自尊，在这昏暗的长廊中，终究还是一个人承受这份孤独。可生活还是要继续。米奇精致打扮自己，迎接期盼已久的圣诞节，却等来了那个拆散家庭的秘书。他不给米奇任何说话的机会。吵闹声吸引了商场所有人的注意，米奇也被搞得一头雾水。这时主管闻声赶来，由于他造成的负面影响，工作也从前台变成了接线员。可即便是接线员，米奇依然能够做得完美无缺，不仅本职工作做得好，还能空出时间帮同事整理错乱的线路。枯燥的黑屋有了米奇的到来也充满了乐趣。这天正在工作的米奇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 No, I need you now. Come home. 米奇匆忙回到家中，却发现妈妈不见了。看着空荡荡的衣柜，父亲也终于道出实情。他们给了妈妈太多的无视，甚至在妈妈打算回到巴黎的时候，都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他找遍整个房间，看到了妈妈留下的一张纸条，这是他留给两人的最后线索。父亲一刻也等不了，直接订了机票来到巴黎。可到了巴黎，父女俩都尴尬了。和母亲相处这么多年，两人谁都不会法语，他们的口语也没有人听得懂，所以只好在纸条上的位置附近摸索。幸好误打误撞遇到了外出回来的母亲。这里的环境与家中完全相反，狭窄的空间，破旧的装饰，甚至连房檐都只有一半。父亲简直无法忍受这里的一切，吵着要带母亲立马回去。可母亲却不为所动。这里有着他学龄时的记忆，有着他爱的风景和无拘无束的宠物。即使自己一个人，她的生活也很惬意。随后带着丈夫和女儿来到地道的法国餐厅。不管米奇和父亲怎么劝说，母亲都没有回到纽约的想法。 If you want to play it like that, fine. Miriam, go home. Me, I am not going home without my wife. 气得父亲直接转身离开。米奇始终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家庭幸福原来只是表象。可他不能在这一直陪着父母，他的孩子和工作还在纽约。难道女人天生就是弱者吗？他天资卓绝，本有望成为明日之星，却因为性别原因总是被打压。他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每个来之不易的演出机会，可总是有一些人泼冷水，哪怕是一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也要在他的这份热情上践踏。 Fuck you, keep walking. 在这顽劣的情况下，只有豪横起来才能获得尊严。他满怀期待地找到导演报道，可导演仅给他8分钟的演出时间。米奇很不情愿，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一旁的男演员看到漂亮的米奇，忍不住上前打招呼，可他们的打招呼方式有点特殊。 So what kind of act do you do? Birds? Violin? Wait, singer. Nope. 在这些腐败的男人眼中，女人是没有能力带给大家爆笑的。他们不仅在台下如此过分，到了台上还不忘记调侃米奇。而米奇的演出时间也被一推再推，甚至一个想表演的观众都可以在米奇之前登台。他饱满的热情开始消散，平静的内心变得焦躁。他必须用一杯酒来调节情绪，可刚坐下就弄脏了衣服，他只好拖着肮脏的身体上台。此时已是深夜，观众也走了一大半，就连灯光师也下了班。黑暗中的米奇没有了往日的活力，台下也是静悄悄的一片。他多么希望奇迹出现。幸好朱迪发现米奇的异常，亲自为他打起了灯光。米奇如获新生一般，不仅点燃了全场，还把那些瞧不起他的男人们全对一遍。他幽默之中不乏高雅，把女性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精彩的表演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可下了台，导演却因为他触碰到常驻演员的利益，让他拿着钱走人。隔天正在工作的米奇被主管带走，所有的女孩都以为他又回到了前台的位置，没想到主管却因为她的美貌把她安排到了最低贱的岗位。We're short a hand and you're the most presentable of the basement girls. 米奇试图解释他在销售方面更有天赋，可主管根本听不进去。无奈米奇为了生存，只好强忍着这枯燥的工作。闲下来的他看不惯这些销售员的能力，幸好朱迪及时赶来将米奇接走。临走前，米奇仍不忘为客户推荐产品，他永远都是这样热情。当他得知同事的婚礼场所没搞定，他会亲自去找神父更换最好的房间。一切在米奇的安排下都越来越好。可在婚礼这一天，他犯了个天大的错误。这绝对是传说中的好闺蜜，本是一场盛大的婚礼，她却站在椅子上讲起了脱口秀。可她的段子却是口无遮拦，甚至在场的神父都被她调侃一遍。她的怪异表现令现场所有人震惊。为了缓解尴尬，米奇把话题转到新娘的身上，可误打误撞把女孩怀孕3月的事抖了出来，现场一片哗然。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会影响女孩的贞洁的。她帮闺蜜安排的完美婚礼，最后却砸在了自己的手中。她深情地向闺蜜道歉，可闺蜜又怎么会原谅她？回到家的米奇向朱迪发着牢骚，他只是想给大家带来快乐而已，却总是把控不好幽默的底线。婚礼上的重大失误成了米奇的一块心病。隔天，米奇像往常一样和闺蜜打着暗号，闺蜜却刻意躲着她。米奇只好走出衣帽间，亲自到闺蜜的面前道歉，可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正巧这时主管走了过来，由于米奇屡次违反工作规定，他的工作也再次回到了地下，米奇无法正常的生活。或许这个时候他应该放下一切工作去散散心。于是米奇准备最漂亮的衣服和爸妈一起去度假，但打扮精致的他还面临着一个问题，父母的那些老朋友都想把孩子介绍给米奇，毕竟如此完美的一个女孩是不可多得的。更过分的是，在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在偷偷说着乔尔米奇的闲话，乔尔无法忍受这背地里的勾当，直接走到讲台说明两人的关系。 And Mitch, now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us. We're separated. Everything's fine. Really? There's nothing to stare at here.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在酒足饭饱之后，跳舞挑战也开始了。由于之前乔尔的一番演讲，没有人愿意和米奇跳舞，他尽最大努力找到舞伴，换来的却是推来推去。这时乔尔出现，漂泊的小船也终于找到了停泊的港湾。在这缓慢的音乐节奏下，两人视线不断碰撞，久违的幸福让米奇有所忧伤。隔天，所有的漂亮女孩都被邀请去参加走秀。连续8年冠军的米奇，由于婚姻变故，今年只能作为颁奖的礼仪小姐。可她的美貌依旧惊艳全场，就连颁奖时摄影师都搞错究竟谁才是最美女郎。随后，米奇被获奖女孩邀请去参加日光浴，可就在半路上，她竟遇到了经纪人朱迪。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re? 她明明容貌倾城，可偏偏要靠才华征服世界。凭着滔滔不绝的口才，在喜剧道路上一路长红，她也终于走上了电台。然而，成名之路并不是一直顺畅。在这里，死对头苏菲再次出现，她凭借着多年积攒的人脉，让米奇始终都没有露脸的机会。好在朱迪发现了异常，他来到后台请求调整机位，但是没有一个人搭理他，就连米奇的演出时间也被不断的推迟压缩。She's fucking with us, Sophie. 自米奇走进电台的那一刻，所有的演出行程都被篡改，甚至连观众热线都没有接通。米奇无法忍受台上苏菲的丑恶嘴脸，只好借机上厕所平复心情，可一激动还走错了方位。这时一个男人出现在他的身后，正是当红歌星夏伊。米奇可不会错过这样一个与大明星接触的机会。I'm sorry. I have to introduce myself because I am your biggest fan. Are phenomenal. You are amazing. 只是一个碰面，米奇的热情就获得夏伊的关注。回到现场的米奇等到了深夜都没有上台，甚至主持人都忘记了他的存在。就在结束彩带都放完的时候，才发现早了5分钟，原来还有一个节目没有表演。导演示意让米奇上台，时间紧迫，但米奇丝毫不慌。舞台上强大的气场让所有工作人员震惊，就连赞助电话也响个不停。此刻坐在电视机前的朋友、同事，还有酒馆的粉丝们都在为他欢呼。老爸也被电视机里的女儿震惊。这时另一串声音吸引了老爸的注意，循着声音他发现儿子和儿媳也在看米奇的精彩演出。乔尔看到了电视机上的米奇，也终于明白了米奇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喜剧就是他的全部，就连导演都被他的演出折服。 We all know what that means in show business. Whoopee! 短短5分钟的表演让米奇一炮走红，隔天就收到夏伊的来电。How would you like to open for me on tour? 这幸福来得如此突然，米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夏伊的合作。挂断电话的米奇激动得手舞足蹈，他迫不及待地把消息告诉朱迪。晚上他受邀观看兰妮的演出。 I'll be rich, but so all alone. 兰妮的情感经历将米奇深深打动，他始终忘不了曾经那个马路中间表白的傻男孩。
忘不了那个即使分开了有困难仍然第一时间出现的熟悉身影。他悄悄地来到乔尔的身边。And I don't want to be alone. Not tonight. I really need to be with someone who loves me. 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总是贪婪着寻找两全，但这世间哪有什么两全之策？正因如此，才更加珍惜我们的选择。自信的女孩有多美？她严格保养自己的身材，尤物般的身段让喜剧的舞台多了份视觉冲击。刚刚出道的她就绽放着璀璨的光芒，她也幸运地成为了偶像歌手的开场演员。台上她侃侃而谈，赚着 money， 台下听着偶像夏依的歌声如痴如醉。她的演艺事业也因为夏依的提携一步登天，仅一次演出就让她收获大批粉丝。但她不知道父母正经历最困难的时期，父亲失去了工作，无法承受房租带来的高额支出，母亲想拿回家族中的股份也被族人排挤，落魄的老两口只好借宿在亚舍家中。可一向安静的他们一时半会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早四晚十的噪音就连曾经的老佣人也无法忍受，这寄人篱下的日子何时才会到头？另一边，米奇很快融入夏依的团队，并开启了为期半年的巡演之路。他们在粉丝的欢呼中来到赌城，这奢靡的环境让米奇二人震惊，就连酒店的房间都摆满了最爱的泰迪熊，他的名字也登上了5米高的广告牌。伴随着夜幕降临，米奇也迎来了第一次如此正式的演出。他无数次想象过这种情景，但登场时还是紧张地走错了方向。这里的观众没有想象中的热情，不论他的段子有多搞笑，都抵不过观众眼前的食物，甚至台下的吵闹声都要盖过米奇的表演。他强忍着观众的冷漠，坚持到最后一刻。首次大型演出就搞砸，让米奇有些失落。朱迪发现了米奇的异常状态，不管米奇是否愿意，直接把他推上大厅的舞台。在这个小舞台上，米奇卸下了所有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被此起彼伏的笑声吸引，米奇渐渐找回了久违的节奏感。接下来的开场演出，他的实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米奇把这个喜讯告诉乔尔，并希望他能到场。Come on, check the flights. 终究乔尔还是拗不过米奇的苦苦哀求，隔天就出现在米奇的演出现场。米奇的演技也是令乔尔刮目相看。演出结束后，两人尽情玩乐，大醉一场，然后尽情疯狂。这一晚，两人再次回到恋爱时的模样。隔天，米奇拿着昨晚两人大醉后到教堂偷偷结婚的照片，畅想着再婚之后的甜蜜时光。可乔尔此时心中已有了另一个女孩，对米奇的示好他没有任何兴趣，甚至觉得米奇演出的机会是用身体换来的。两人大吵一架，乔尔转身离开。婚姻也好，爱情也罢，当差距逐渐拉开，那么最初的激情也会慢慢消散。大海、沙滩、椰子树，这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生活，而他仅仅半年就做到了。他也成功的住进了枫丹白露酒店，享受着微凉海风带来的惬意。他漫步在楼梯之上，感受着女王般的地位。这时，一对老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妈妈 Papa? 爸妈终于无法忍受寄人篱下的生活，迫不得已才投靠女儿。他们不停地向米奇诉苦，米奇也明白老人的难处，趁着朱迪不在，他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了父母，并让他们在这度过愉快的假期。爸妈的到来让米奇的状态异常活跃，就连喜剧大师兰妮对他的演出都赞不绝口。米奇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女人。随后他带着米奇去参加自己的节目，他在节目上不顾剧本冲突，直接把米奇拉进剧组，对着摄像头和米奇表白，而米奇以为这只是节目效果。演出结束后，他带着米奇来到当地的特色酒吧，在这缓慢的节奏下，两人翩翩起舞。或许只有兰妮的完美才配得上米奇这样的绝代佳人。兰妮带着米奇回到公寓，她以为米奇今晚会留下来，但是米奇稍稍犹豫，还是离开。 Maybe someday. Before I'm dead. It's a date. 看着米奇的背影，他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爱他这件事注定只能藏在心里。米奇把房间让给了父母，他只好睡在躺椅上。可他的用心良苦，父母一点也不领情。作为交换，他希望父母能够欣赏一次他的演出。到了演出的时候，父母一脸的不情愿，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台上的女儿，只是自顾自的喝酒。等到歌星夏尔上台，母亲就像换了个人，甚至不顾旁人的眼光跳起了舞蹈。虽然父母很享受这样的生活，但四处漂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米奇找到莫舍，打算买下之前的公寓。他向莫舍展示自己的巡演合同，成功说服固执的老头办理房贷。搬家也在如期的进行，同时米奇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演出。他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可得知被夏尔安排到最佳演出时间的时候，还是被吓得一脸惊慌。他还没有做好成为一个明星的准备。这时夏尔的经纪人雷吉看到了米奇的慌张，安慰他不要惊慌，多讲一些关于夏尔的故事，观众可能更爱听。果然站在台上，夏尔的故事备受欢迎，他也越讲越投入，完全不顾口中的段子是否会对夏尔产生影响。幸好演出成功。隔天米奇正打算登机，却收到了雷吉的解雇， You're not going on tour. 因为他在台上的谈论严重涉及夏尔的私人生活。米奇一脸疑惑，他是因为雷吉的指示才这样做的。然而雷吉此刻并不承认，上一秒还是台上的喜剧女王，下一秒他就一无所有。
看着远去的飞机，他不知前路在何方。